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峰，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张骞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中东战争打到现在啊，伊朗是越来越准了吗？来看到伊朗发动的真实承诺4第88轮行动，是击中了以色列的集装箱船哈。伊朗公告称啊，革命卫队的海军呢使用了弹道导弹，在波斯湾中部水域击中了一艘以色列的集装箱船。而在随后一系列的打击行动中呢，美军驻阿联酋沿海的一处陆战队掩体，还有美军第5舰队部署在巴林机场周边的反无人机系统，还有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2台先进预警雷达，都遭到了无人机的精绝毁灭性的打击。而现在啊，这个伊朗也去打击阿联酋的一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里面竟然有超过了200名的美军指挥官，还有中层军官，而他们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了一处在巴林的秘密住宿地点召开会议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指挥官。好，这代表什么呢？美国的国防是再一次的受挫了吗？就连伊拉克的胜利基地呢，也是遭到了袭击。这个是伊拉克巴格达机场附近的美军空军基地，也遭到了无人机还有火箭炮的攻击。好，胜利基地啊引发了大火，那么弹药库啊也可能遭到袭击。一架伊拉克空军的运输机呢，甚至就在地面遭到摧毁。好，那不仅如此啊，包括了美国的 MQ-9B 的无人机啊，也是在伊斯法罕的上空呢，被伊朗革命卫队给击落了。那现在呢，川普啊，是不是有意要结束战争了吗？因为这个伊朗的精准打击越来越强了。好，华友就报道说呢，其实川普呢有意要结束战争，甚至不惜要留下荷姆兹海峡的这一个烂摊子给盟国。美国官员透露啊，如果外交施压行不通的话呢，他有意啊要在荷姆兹海峡问题未解的状况之下结束战争呢，就让欧洲啊还有波湾国来负责去开放海峡啊。那如果啊川普在还没有解除海峡封锁的状态下就撤兵的话，未来就会更难去化解伊朗危机。那么荷姆兹海峡很明显呢，就会一直持续的在伊朗的掌控之下，成为了一个不定时炸弹。好，那虽然呢他有意要撤出战争，但是账单他还是要收哦。白宫说呢，川普其实有意要呼吁阿拉伯国家去分担这些伊朗战争的开销。好，那但很妙的是什么呢？是到底美国有没有要派地面部队呢？来看到啊，在伊朗南部岛屿，就是葛西姆岛一处村庄啊，竟然是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攻击，造成了8人死亡。好，那这个葛西姆岛呢，它是伊朗的最大岛屿，也是波斯湾上的最大岛屿，它呢就位在荷姆兹海峡的北侧。那为什么去攻击这边呢？是不是要准备攻岛了呢？不过专家就曝啦，这可能是以战逼和，要夺哈格岛是一种声东击西。好，来看到川普当前采取的可能就是一个以战逼和的策略，虽然声称要去缓炸电厂，但是还是可能随时出手。而派地面部队去夺取哈格岛呢，可能就只是一种声东击西。推测啊，美军实际的目标呢，还是荷姆兹海峡的周边小岛，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去攻击这个葛西姆岛了。好，我们就来看到了这个伊朗呢，它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呢，其实是有7个岛的，但这7个岛呢，就被说是非常难去攻的，简直就是不会成的一个航空母舰。好，于是呢，川普如果考虑要对伊朗发动地面行动来进行夺岛的话呢，专家就指出了这7个岛屿啊，会连线组成一个防御之湖哦。伊朗人视为不成的航空母舰，会试图让占领的美军又难攻又难守哦，付出很高的代价。好，所以呢，如果他真的要去派遣地面部队来进行这样子的作战行动的话，
恐怕会重演黑鹰计划的悲剧。军事专家就悲观地指出了，即便美军派遣中东的兵力达到了5万人，仍有相当的比例部署在海上，所以对于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战而言还是不足的。尤其伊朗的地形还有战略环境很复杂，如果以现有的兵力去进行全面攻势，不仅很难攻下，几乎不可能去长期控制。现在呢，伊朗也是呛虾呛得非常的狠伊朗的驻英大使馆就发了这个文，说没问题的。美国棺材产业即将迎来黄金时代，它就是要让美国的棺材业再次伟大。所以看到现在美国呢不仅是兵力不足而且现在伊朗呢精准打击能力是越来越强。这场战打下去，是不是真的对川普呢？只有坏没有更好？我们请教赖教授。美国跟伊朗双方现在确实都在积极的准备这个最激烈最严厉的考验，也就是短兵相接的地面部队的作战了。目前看起来是朝这个方向走那最终会不会发生，也可能就在这几周也可能就发生了。因为川普再延10天给伊朗好好的考虑，说跟他进行谈判，这个就是截止日就是4月6号了。4月6号美国的时间一旦截止了以后，如果伊朗还是不愿意谈判，那双方很有可能就爆发激烈的冲突。当然，美国说这个10天后他要去炸这个伊朗的最大的发电厂，伊朗也说你炸我，我就炸你，我也炸你相关国家的这个那个海水的淡化厂等等，那就是等于是双方之间的报复行动要展开。美军也陆陆续续的都到位了不管是31远征军、11远征军还在路上，然后但是82空降旅也已经到了，那兵力越来越多，现在还传出这个陆军还有空骑兵也都在往这个现场在赶，也就是说要增加17000多人，要扩大到5万多到6万的兵力，这么的庞大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局部的地面部队作战。因为全面的地面部队作战的可能性很低。为什么？因为在2003年美国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当时调动的部队是13万5千多人然后英国跟澳大利亚还有日本的整个军队加起来大概在16万多人。可是问题是，伊拉克的国土面积比伊朗小很多，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伊拉克的国土面积比较平坦北高南低，但是比较平坦，而伊朗的国土完全是各个山来切割的，很难打。那在这样的情景下，5、6万人的兵力不足以打一场全面的战争，所以大家很明显的就已经从这个总兵力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局部的地面部队作战。可是，在还没有开始交战的过程中，双方不断的用导弹来轰，也就是美国轰炸伊朗，伊朗轰炸美国，以色列也轰炸伊朗，彼此之间都有战果。但是为什么伊朗的战果却爆得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最早最有价值的军事目标大概都炸得差不多，现在表面上要看出有价值的伊朗的军事目标已经不多了。那么昨天还听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美国出动的钻地战，那么也把伊朗的弹药库做了有效的摧毁。但是对于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也没人知道。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些防空导弹都耗的差不多了，消耗差不多的情形下，伊朗现在的攻击都产生相当程度的有效性。所以您刚刚告诉大家说，有关于以色列的集装箱被打到，我们也看到这个科威特停泊到这个阿联酋的邮轮也被打到了。那现在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哈格达附近的胜利军事基地，它不是被伊朗的这个导弹所攻击到的，而是被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或是伊朗派驻到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所攻击到，因为它用火箭弹，火箭弹的有效射程很短，所以不是从伊朗打到伊拉克，是在伊拉克的境内对于美军的军事基地用无人机跟火箭弹的攻击，而也产生有相当的效果。这代表美国自己本身的军事基地要捍卫自己越来越加的困难，这是第一部分。那由于军事基地是固定的，而伊朗的导弹越加的精准的情形下，美军为了避免他的军事人员的伤亡，开始把美国的军人
原来驻守在这个军事基地的军人，让他们不要再住到军营里面去，就搬到了外面来了。那有很多是搬到，例如说阿联酋，阿拉伯酋长联合大公国，有的是搬到5星级的饭店，或者搬到其他的饭店里面，或者搬到民宅去住。但是问题是，伊朗的情报人员不断的去搜索，那么找到以后就去攻打。所以他们要求海湾国家的说，你把美国的军人赶走啊，因为你一定可以看得到，他一定是阿兵哥。为什么？如果突然间有成群有一群成群结队的一个同年纪的啊，然后那个头发理的都差不多，然后那个看起来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突然间进入你们的住宅群里面或是酒店里面，那就是美国的军人。那美国的军人我们就会打他，即使他藏在民宅，我们也会打他。那你想这样子的话，就构成了对于海湾国家他们收容美国的军人躲在他们里面他们本身是不是要把他们排挤出去，或者是告密，告诉他们说他们住在这里，不让他们住等等，这个也增加了美军的困扰。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军队事实上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如果美国没有彻底的或是很有效的压制伊朗的力量，等到美军如果川普真的要决定把他的主力部队都从中东地区撤回本土的话，也就是6周之后都会撤回本土的话，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很有可能就是不断的挨打份而已。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还有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吗？我们来请教林玉芳委员。你看川普最近没有什么笑容，他的虽然还是讲很多话很猖狂但没有什么笑容。他真的是没有想到他今天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他原本以为说他跟美国跟以色列的那个刚开始的那个大规模的空袭，大概已经摧毁了这个以色列不仅是核子设施的最重要部分，甚至连他的这个飞弹的发射的基地，还有他的那个地下的那个机库，那个飞弹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地方，大概都被他摧毁了大部分。可是没有想到，到现在为止，伊朗好像不缺这个飞弹，他还是可以维持几乎每天这样子的大概20枚左右的这样一个攻击。所以这个就让这个川普就心里不晓得怎么办了，就是那你要继续轰炸吗？那一天拖一天，股市都在崩跌，那这样的话，物价在那边飞腾，那这样的话，这个会不会冲击到期中选举呢？期中选举看起来好像很久11月，可是一转眼这个战争要拖下去，那个冲击又非常大，而且战争结束不会马上经济就复活了。所以这个是川普非常无奈的地方那你说他现在打算怎么做？我想他一直增加那个军队集结在波斯湾这一带真的是认真在考虑，可能最后不得不，你要么就是占领哈克岛，要么就进入重要的这种他的本土，伊朗的本土里面，那很可能就是他们说要把他的那个整个把它挖出来，要把它带走。可那个也不简单，那个已经被美国轰炸，已经深埋在底下，你要去把它挖出来，你觉得有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而且你这样子渗入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国土里面去，你进去容易，出来就会变得非常的难。你看他现在可以把你的预警机这个不是预警机，你的那个无人机，就是那个在天上那个监控的这些无人机，你可以把它打下来，你就证明说它还是有最起码它监射的单兵操作的那个反空飞弹，它的数目是不少的所以才有办法打下你这么多的你去侦探的这些的无人机。所以现在你美国就是会陷入个困境。我相信军方是一直建议他，尤其参谋首长联席会的主席当时就已经跟他讲，你要进去打这场仗是非常辛苦的。就川普出来说谎说军方说没有问题，其实人家就告诉你很辛苦，第一个时间点就告诉你了。
那你现在你要动员去占领这个哈克岛，那你进去了，你要占领多久呢？你占领的越久，你死伤的这个人数就会增加。那个岛才20平方公里，离这个伊朗的这个海岸只有25公里。他用火箭，长尺的火箭、无人机用飞弹去攻击你，或者用快艇接近来攻击你，那个死亡的人数可能都会一夜之间可能就会增加几百个，一个礼拜下来，搞不好就是死个1-2千人在那里。我认为现在基本上是美国人没有办法再接受像这个阿富汗像这个伊拉克那种死亡的人数，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你如果那么短的时间死个几百个人、上千人，我想川普大概混没得混了啦。国会一定会迅速的通过这个战争权利法来限制他的用兵的时间，所以他现在是没有笑容了啊。不过美以现在去攻击这个葛西姆岛，这难道是要进行夺岛行动的一个前哨行为吗？我们来请教黄舰长。以我从军事的观点呢，我最近讲这个，其实我已经讲到有一点就疲累了。这样的，我也不劝你说他一定会怎么样。今天如果你在决策，你来决策，你是做个指挥官，你决定要不要打这个夺岛战争哦。我告诉你以下的情形，实际的现在的科技状况，你做最后的决定。第一个，这个不是一个特战的突击行动哦，好比说到委内瑞拉，可能几十人、几百个人就很足够了。直升机半夜低空这样进入，然后抢的人这样讲就退出来。夺岛是一个很大的行动，几千人的。现在可不可能在现在的太空卫星的征兆之下，它变得很隐秘？可能很隐秘吗？敌人就是防守方会不知道你要来吗？这是第一个，你不可能很隐秘，因为那个部队是很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现在的武器，它的射程也好，杀伤力也好，都远远超过40-50年前。这个我不要说别的这个叫伊朗最近一大堆的这些武器，我只要讲一个东西：多管火箭。多管火箭，它那个一个车40枚，每一管都大概这么粗，那还有更粗的，还有60公分的这样大的，它的打的距离可以从20公里到将近100公里这么长。你这么大的一个部队登陆，然后你能躲哪里？我就这个东西这样，我就打几波的这个叫做多管火箭。面的杀伤下来那一个杀就是可能好几十个篮球场或者10几个足球场这个面积，你这个登陆部队会脆弱到什么地步？他可能会去这样子去作战，除非他们脑袋有问题，他敢这样子做，美军一定死伤惨重。所以你叫我推测，你认为如果我做决策，我绝不会去采取登陆，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那你登陆，你能用什么登陆？船吗？伊朗是全世界15个能够自制潜舰国家中的一个，9个能够自制重型鱼雷中的一个。伊朗的军事科技还算是很进步的。你这个船光进入荷姆斯海峡连跑的地方都没有，就被他们给打沉了。那还有一个就是空降吗？空降下去，那个岛就这么大，我一个多管火箭下去，这些人不全死啊？而且空降能带什么武器？他能躲哪里？他就是一些轻装而已。所以你知道这个夺岛，我现在先讲我认为不可能，大家等着看发展。这一趟所有跑去的人大概都是白跑一趟。我说什么远征什么空降旅慢慢去看。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不是最近有好几个这个叫做什么预警机啦、死神无人机被击落其实这些死神无人机或者预警机，它没有任何防卫的。它不像战斗机，你去打它还可以翻滚，还可以过来还可以打个热焰标，还可以给你来个反舰载。这2种飞机基本上都很大，它很难去自卫。它靠什么防卫？你知道？第一个，它很高，那你用个监射飞弹去打它，打不到的。它可以爬到个10几20公里，监射飞弹大概只有3-4公里的这种射程，它隔得很远。你标准飞弹打20-30公里，它在几百公里之外，所以他们基本上，如果它只要进入射程，它都会被击落。但是他们的自卫的就是我爬得高，隔得远远的，这是他唯一的自卫方法。而且现在伊朗的飞弹是越打越准了，甚至他们的飞弹技术也让以色列的防空神话已经破灭了吗？来看到伊朗的导弹呢，连躲了2枚直扑特拉维夫的飞弹。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1枚伊朗新型的飞弹穿越了2枚以色列
末端的拦截弹，在大气层内呢，以高超音速来进行机动，使它的轨迹更难预测，那极大的压缩了防御方的一个拦截视窗。好，所以他就躲过了以色列的拦截，直扑特拉维夫。那另外啊，伊朗的飞弹呢，也袭击了以色列海法的石油枢纽，惊险的画面呢，现在也在疯传呐。这是周一的时候，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联合发动了多方飞弹攻击，导致以色列海法的巴赞炼油厂发生了大规模火灾。而伊朗也表示呢，他们要打击以色列很多处的军工企业。他们在30日的时候发射了多类型的无人机，要对以色列境内的多处军工相关设施来进行打击。目标呢，包括了诺夫加利利工业区，还有特拉维夫的多家军工企业，涉及了电子战啊、无人机制造以及防空系统等领域。而现在呢，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刚刚说到，已经开始崩溃了吗？出现了多次的纰漏。有媒体就报道揭露说啊，在高强度的消耗之下呢，以军已经开始去限制使用昂贵的剑3远程拦截导弹，转而呢依赖中程拦截系统大卫投石所来应付这一类的远程导弹威胁，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的防空预警系统就越来越晚了，能够应对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而现在甚至传出了美以呢开始在无差别的攻击平民。好，来看到美以空袭竟然是在伊朗炸出了这个蘑菇云，这是31日凌晨，他们空袭了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一处军事设施，现场引发了剧烈的爆炸，好，大片的橘红色的火球窜起啊，猛烈的火势照亮了夜空。这段画面呢是川普他自己也转发的。不过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伊朗指控美军竟然在开始空投罐头型地雷，而且他把这些地雷投在居民区哦，甚至有些民众不知道啊，还以为这个是罐头自行撬开，结果就发生了爆炸，造成了严重死伤。那么这个开源调查组织就说了，这类地雷呢，确实是美以阵营使用的，而且它的高度呢，可能高度有可能就是美国的自有装备，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战争行为，是需要被谴责的哦。那伊朗也谴责说什么？说美国现在竟然是攻击民用飞机，摧毁了一架原定要飞往印度的伊朗民用飞机。那伊朗也强震指责说这是战争罪行，甚至啊，美以还去空袭了一座游乐园哦。官员就批了，这个是在杀害儿童，他们根本就是犯了战争罪。好，除了游乐园之外呢，就连孤儿院哦，他们也去袭击了，还说造成了2死5伤。好，那以色列也说啦，他们现在要去打击哪里？打击伊朗的大学。他们有借口哦，他们说是因为呢这座大学啊跟这个军方来进行研究，还说呢大学他们的地下呢是用在弹道飞弹试射还有研发，所以他们要进行摧毁。这已经是第2座被炸毁的伊朗大学了。好，那在这个时候呢，传出呢，川普啊想要跟这个德黑兰来进行谈判，想要退出战局吗？好，川普发文说啊，美国正在和一个全新并且更领系的伊朗政权进行严肃讨论要结束我们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他一方面又开始警告说，如果短时间内无法达成协议，会彻底的炸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油井和哈尔克岛，甚至包括了海水淡化厂，来结束在伊朗这一段美好的停留。但是他们的种种攻击，真的是有合乎战争的这个情况吗？所以记者在白宫的记者会里面询问的时候，就被问到哑口无言。来听一下。The president posted this morning about his threat that on leaving Iran, he said we might blowing up and completely obliterating all of their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s, oil wells, Harg Island, and possibly all desalinization plants. Why is the president threatening what would amount to potentially a war crime with the U.S. military? Look, the president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o the Iranian regime that their best move is to make a deal. Which of those objectives would destroying a desalinization plant most help? Haley, go ahead. 好，很明显啊，白宫是不想要回答这类的问题哦。不过呢，美以去对民用设施进行轰炸，已经让他们的发起战争的正当性越来越少了嘛。我们请教赖教授。以色列先把这个伊朗的德黑兰
的燃油库啊炸毁了。燃油库就是已经提炼出来的可以使用的汽油啊，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库把它炸毁以后造成的黑雨，对于无辜的平民百姓的呼吸道啦、皮肤啦，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啊。那它已经开始在摧毁这些重要的民生设施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伊朗也开始去攻击以色列最大的炼油厂。那炼油厂就是要把原油提炼成为汽油的这个工厂也被炸到了。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以牙还牙，也就是说，你以色列你先去做这个事，伊朗就变成有正当性去反击。那现在您刚看到的那一段，美国的记者在问白宫的发言人，就是因为川普去威胁说，你如果没有跟我达成协议，不能满足我15项要求的话，我就要发动对你的最大的发电站，对你的海水淡化厂然后我要进行攻击，这就是民生设施了。而我们都知道，在中东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以色列有70%的民众，他们使用的就是属于海水的这个淡化厂，而伊朗比较少，伊朗大概就40%而已。可是问题是，其他的国家像卡达、科威特，他们甚至都包括80到90使用海水淡化厂，那彼此之间毁掉人民所赖以生存的这些淡水，这个是可行的吗？所以当美国的记者问到说，你总统威胁要犯战争罪的方法，那对方就变成也有权利去攻击你的淡水淡化厂，那彼此之间都违反战争罪，这样子是对的吗？这样子是好的吗？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的人民越来越无奈，为什么？过去他们可以保护他们人民的这种所谓的从舰式然后到铁穹的这个层层的防空导弹系统，现在都被破坏了嘛，都被消耗殆尽了。那现在对以色列来讲，他们只保护有价值的，那么这个所谓的有价值，就是有高度国防军事价值的机构，对于比较没有价值的，他们就不保护了。一般来讲，民间的住所那就不保护了。那我们也看到了，炼油厂它的高度价值还没有军方那么高的话，那它本身也不保护了，甚至他们本身的防卫力也跟越来越弱，都被穿透。我们看到了，那就是越来越涉及到一般的人民的生活处所，而且伊朗的科技大学被以色列摧毁，连大学都被打了。现在伊朗也宣布了，说你美国跟以色列设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分校，你们的师生尽快撤离那我先给你10天撤离，而且撤离1公里以外，因为我要准备打你的大学。那也就是说，你美国跟以色列打我的大学，我现在也要打你的大学。现在美国甚至把这个地雷，把它用空投的方法丢到一个居民的住宅，这个会有效的迟滞伊朗的军事行动吗？没有嘛。这个叫做什么？泄愤式的军事动作。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打到恼羞成怒的时候，采用这种泄愤式的军事动作，无助于战事的发展，但是却让自己陷于国际舆论跟国内舆论的批评中嘛。不过我们来看到川普发文说，他们正在跟伊朗的一个新政权来进行谈判，这是真的吗？还是他其实是想要讲到后面说这是要攻击这个伊朗的一些民用设施呢？请教林玉峰委员。我相信透过巴基斯坦有了，而川普那种讲法就是说你这个自己先跟我接触了你伊朗新政府跟我们接触，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展开这个商谈然后你还做了很多让步，什么让油轮通过什么几艘10艘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真正的实情大概是有些国家也受不了，也关心，也看不下去。这里面大概就包括像巴基斯坦包括这个土耳其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出来协助斡旋。所以到目前为止，伊朗的官员跟美国官员是没有面对面在谈的，他们是透过巴基斯坦间接的进行这样的谈判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谈判的话，那就你应该讲说，那我们现在停火，我们现在进行谈判，你不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讲他没有武德，就这样子。战争爆发前要进行第3轮的谈判，你没有任何的迹象，你就开始跟以色列合作，轰炸人家，这个就是没有武德对不对？
然后你说哦，我给你5天的时间啊，缓和怎么样？然后你还是一样继续在炸人家，到现在为止，你每天还在轰炸人家啊，对不对？而且呢，你把人家的小学生给杀了大概165个、170个人，还包括10几个老师。然后川普本人还说这是这个伊朗自己干的，到最后调查出来，美国自己的调查出来是美国战斧飞弹打的。然后你请问一下，你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你的国防部长川普总统，你们有没有道歉？没有道歉啊！你到现在为止，你还在炸什么？还在炸人家发电厂，对不对？还炸炼钢厂，对不对？炸人家的民用的核子设施，那这个就是没有道理了嘛？你应该说好，我不打你，你也不要打我，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这种谈判他不愿意这样做啊，所以他现在讲的话就是说，全世界最不能被相信的人，现在就是川普嘛，说话不算话这样，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难善了了所以人家认为说，美国有没有可能再一次被陷在这个战争的泥淖里面，是有可能的。他以为他很聪明。我绝对不会派兵进入，他刚开始也是这样讲我们绝对不会派兵进入，对不对？他相信美国强大的空军的打击的能力，就可以把你打到这个下跪求和。可事实上，我们再回看历史，很多的战争最后还是在第一面完成战争的结束。你要打垮敌人，你光靠轰炸是不行的。美国每天轰炸日本，炸到这个东京到处都大火。日本有投降吗？没有嘛。你最后还是要狠狠的在陆地作战，打到你受不了为止嘛，对不对？当然后来他是丢了这个核子弹但在这以前，其实日本已经受挫很重，就是琉球的这个决战嘛。所以这次这个战争看起来是，如果只有靠轰炸的话，伊朗的国土是台湾的45倍到46倍，这么大的土地，你想乌克兰只有比台湾大概是16倍，俄国打这么久，到现在进入第4年了，还没有办法打垮他。那伊朗是台湾的46倍，这么大的一个国土，你认为美国那俄国派的地面部队去作战，都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战争？你认为美国光靠轰炸有可能吗？他最后他还是会出兵所以大量的美军的死亡看起来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现在看到伊朗的新型飞弹，它的轨迹越来越难预测所以以色列的防空已经不是没有飞弹这么容易的一个解决问题了吗？是不是他们的新型飞弹其实也防不胜防呢？请教舰长。假如你关心这个战争，你会发现最近伊朗越打越猛，而且好像越来越有成就。刚开始打哪有那么多的战果把这个飞机打下，把那个什么预警机打下，什么等等。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其实我想想，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因为在这个战争发生之前如果你在伊朗做这个战争指挥的决策，我们要怎么样打这个战争你就知道，第一，我大概一定会被打。那美军跟以色列目前的这个样子，那如果我打的话，我的长处是什么？你知道？就你在两个对撞的时候，我一直讲我的长处是什么，他的短处是什么？伊朗最大的长度不单是国土大，地区区幅一大堆山边沿全都是高山，你很难打地面部队，那你只能轰炸。那如果轰炸的话，我就躲起来，我让你炸，我耐炸，因为我有很多的山洞。那是不是我们最大的伊朗最大的好处就是最高指导战略就是拖？只要你打不死我，我看你美国战争能撑多久？你撑得了吗？那如果他要拖下去的，他的所有的这个武器的这些战法就是什么？你知道？保存实力。你不能说一开始打仗我把东西打光了，那是剩下的，那不就完蛋了吗？所以他一定要慢慢打。接着在慢慢打的时候，你再去想一个好比说他的弓箭飞弹，次音速的我们可能去算大概都有1000枚以上，有3种不同的形式，3个不同时间的这个早中晚期的，越晚就越先进嘛。今天你是伊朗的这些指挥官，你认为你会先打最新的武器，还是先把最旧的出清掉？你当然是把最旧的先出清掉出清掉之后，接着进步的来了，接着再进步来。所以你没发现伊朗的武器越打越厉害？那并不是说，当然你说这个防守方，或者说以色列的盾，它当然最近也因为被打了之后，它的叫做预警时间也在缩短，但是毕竟还是因为那个毛
就是伊朗的矛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先进，所以就让我们看得到，就伊朗的战果越来越好。那美国跟以色列好像就被打得越来越惨。那如果我很快的说一下这个我预判的结果，地面部队夺岛不太可能，有可能川普就是最后他找了一个理由他就退了，我们光荣战胜，我们回去了，这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们来看到，现在伊朗呢是疯狂锁定能源吗？好，科威特一个超大型的油轮呢，竟然也在阿联酋海域呢遭到了袭击。科威特石油公司称啊，这一艘超大型油轮31日凌晨的时候，在阿联酋杜拜港苗地遭到了伊朗无人机袭击。这起攻击啊，是导致了塞勒米号油轮船体受损，船上起火，可能发生漏油事故。好，除了攻击油轮之外呢，伊朗也锁定这个阿布扎比的输油管。那目前啊，阿联酋的油呢已经无法绕过了荷姆兹，所以它就仅剩了这个沙国这个东西向的油管来进行运作。所以现在传出啊，它连这个油管也都要锁定。而伊朗现在更狠的是什么？要利用国会来立法去征收荷姆兹海峡的过路费。这个收费模式还有禁止通行的国家都曝光了。好说呢，正是要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商业船来征收过境费。如果啊，每一艘船它征收200万美元的话，并且套用战前的规模，那他们的年收入可能就可以超过1000亿美元哈。所以现在这个掌握了能源呐，伊朗不仅仅是油可以躲过制裁，甚至还可以借此来致富哈。那现在有哪些国家可以通过呢？来看到啊，传出有2艘中国巨轮，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了荷姆兹海峡哦，那就是在波斯湾滞留1个多月的中国香港籍货柜船中海北冰洋号，还有中海印度洋号，在31日上午呢，顺利的通过了荷姆兹海峡。这个呢，是自2月底以来中国大型船只首次通过。好，那现在荷姆兹海峡它被封锁了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好，可以看到啊，很明显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吗？因为中国利用了这一次危机，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稳定力量。好，中国在呼吁中东地区缓和局势，并且承诺跟东南亚国家合作，能够来缓解能源短缺的问题。也就是说啊，你想要过荷姆兹的话，来跟北京谈吧，不要跟华府谈了，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好，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战争呢也重创了海湾国家的铝业。好，那专家就说了，这也会巩固中国在铝还有加工业的一个主导地位。因为中东的铝生产就中断了嘛，所以呢，更多的铝生产就转移到了中国。而中国目前呢，已经占了全球供应量的1半以上，所以现在它还会更加的巩固它的地位，甚至加供应链呢也是一样，更加的稳固了。好，那这场战争到底是图利了谁？除了中国之外，也图利了美国的高官吗？就传出了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竟然想要发战争财。他被匿名爆料说啊，在美军对伊朗开战的几周前曾经透过证券经纪人去询问，想要砸数百万美元去投资一档国防军工股的基金。不过最后没有买成，因为这档基金当时还不能让客户下单啊。不过对此呢，五角大厦反驳啊，说这个是恶意抹黑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战争啊，人人想发财啊。除了这个赫格塞斯跟川普之外，连伊朗也加入了吗？好，伊朗放话了，说啊，不要相信川普的发言，你应该要跟他反向操作。因为川普在22和23日的时候表示，跟伊朗的谈判进展好，只要延后去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马上啊美股就跳高，油价就重挫不过呢，这个伊朗的议长就建议说，投资人你不应该要追逐涨势，你反而要做空股价，逢低买进原油，因为我们现在呢冲突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不仅有川普投顾，连伊朗也变成投顾了吗？要买之前还要看一下他们的发言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啊，美国自己内部呢，是不是也这个问题百出呢？来看到这个美国的客机跟直升机相撞，67死的画面曝光了，这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这个不是 AI 的画面，是真实的，就发生在2025年1月，美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跟美国的陆军黑鹰直升机相撞的影片。好，那最后呢，这个是坠落了这个波
波多马克河。好，那这已经是2025年1月的画面了。不过呢，最近啊，就是前几天27号的时候，美国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也是一样，差一点要撞上黑鹰直升机啊。当时客机呢正在接近一个机场准备降落的时候呢，这架黑鹰直升机突然就从客机前方飞过，两机距离最近的时候啊，垂直距离就只有160公尺而已，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啊，美军自己也是已经有点自顾不暇，大家都打累了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觉得能源的问题短时间不能解决了哈。我觉得即使这个川普说，反正我们的地面行动就是4到6周嘛，那即使说6周结束好了，因为对于川普来讲，他一直急于要在5月中的时候到北京去访问，所以传出来说他要派他的高官，而且是非常分量非常重的高官，先到北京去探路。那因此他一定要在5月中之前把这个战争结束。可是问题是，即使战争结束了，可能刚开始一结束的时候，股票会涨几天，但是没有多久，马上要回到基本面。什么基本面？我们的经济都受伤了，也就是这1个半月以来，其实我们的能源不正常了，石油化工不正常了，而且由于中东地区像卡达的天然气停产了，像很多的油轮油都被打掉了，然后很多的那个化工厂都受到伤害，所以塑胶工业、石化工业很多东西都会受到影响。它还是会反映到基本面上。事实上，春耕的时期错过了。我们都知道人类1/3的这个化学肥料是从海湾国家这边走的，而这段春耕的时期都断掉，那我们未来台湾的全世界的经济好不到哪里，没有多久都要回到基本面。这先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伊朗现在在美国还没撤军之前，您看到他现在不但是打美国或是以色列要通过海峡的油轮已经被打了好几艘了，现在连停泊在海湾的就是阿联酋、杜拜的油轮都打，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对伊朗来讲，你不让我的油出去，我也不让你的油出去。我们更可怕的地方是在于，也门的胡塞组织也说他要封锁曼德海峡。那2个海峡都封锁的话，这个世界的缺油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所以原油价一直在上涨。那赫尔木兹海峡，伊朗的国会已经通过了，已经通过了这个法律要收钱了。很多专家都说，伊朗收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有效性也是存在。原因跟各位报告，第一个就是美国不可能常驻军队在这个地方来打通赫尔木兹海峡，连川普在这一次这么庞大的军队，他都说6周可能完成不了。那你用军事力量都打通不了这个海峡，这个海峡就变成你美国人送给这个伊朗，由他来封控这个海峡，然后还要收费。观众朋友，过去是不用收费耶，现在要收费了。那各位想想，那未来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啊？对啊，所以荷姆兹海峡已经变成伊朗的提款机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伊朗进行能源封锁，川普还有牌吗？我们请教林玉芳委员。真的川普讲了一句话，最近说，即使荷姆兹海峡没有开放的情况之下，美国也可以结束这个战争。讲这话真的很谦虚了啦。以川普这么强悍的个性对他讲这已经低声下气了。战争是非常难预测会用什么方式结束了。你可以想象到美国在阿富汗已经打了20年的仗，最后是在半夜的时候，清晨没有通知阿富汗的指挥官的情况之下，偷偷的从阿富汗最大的空军基地偷偷的跑走吗？美军是仓皇撤离阿富汗的，你很难想象。所以你说在这个地方，这场战争跟伊朗的战争，真的到最后也可能叫做不了了之，好像结束了又没有结束，很可能就是这样子久大家还在交火一下，飞弹还是要飞一下这样子。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要想一个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这次战争为什么这样子？很简单一件事是美国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嘛。然后讲来讲去，最需要检讨是川普本身嘛。所以我们讲权力平衡是对的，经济讲说国际政治权力平衡，这个是对的。你看权力现在就权力失衡嘛，美国就是等于独大了啊。虽然他其实也没那么大，但是川普就认为他最大嘛，所以呢他就为所欲为。你看一下要把格陵兰要拿下来，加拿大要变成51州，墨西哥湾现在也改成美国湾了哦。那荷姆兹海峡说要改为美国海峡。川普海峡，然后接着他已经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他还说下一个就是要干掉古巴了。古巴，所以你看这是个狂人啊！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怎么会选出这样一个狂人当总统？这是连美国都想不通，我们外人更是想不通了啊！所以这个权力真的需要制衡，这种东西在国内政治也是啊，一个党独大，独大到可以为所欲为，人民就要遭殃。在国际政治上，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为所欲为，那就没有办法。说美国人全国性的示威啊，他们不要国王啊，这是个美国不应该有国王啊。所以我觉得哪里都一样，国内政治跟国际政治有共通之处，我们都不要国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荷姆兹海峡就是伊朗的致富关键嘛？我们请教舰长。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些所谓的国际航道啊，依据国际法，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拦截它。好比说，我举个例子，这个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上面是新加坡，底下是那个叫什么的，他们可不可以封锁？它不可以封锁。它可不可以收费？它也不可以收费。那个就是国际上的那个海洋法公约的这个规定啊。那但是有些人你可能立刻会想到说，那巴拿马运河是不是有收费？有哦。苏伊士运河有没有收费？也有收费。那为什么这两个运河有收费呢？因为这两个运河的营运啊，旁边的要投入钱呐、像巴拿马运河是不是要有一个水电这样子进去啊什么的？苏伊士运河人家是挖出来的，不是原来的通道，你知道吗？就是我投入了那么多钱，所以我可以收费。但是荷姆斯海峡它没有这个投资什么的，它就是一个东西这样走过去，所以它如果收费是违法的。但是你要记住啊，战争之前大家都是君子，你跟他讲这个法律什么东西哦，大家知道。战争之后，大家比赛谁是野兽，谁拳头大谁就赢。而且就算我不违反这个法好了，我是伊朗，我现在有多少个方法能够去吓你哦？第一个，你的船过，我就有无人艇跟无人机对着你过去，我也不打你，你是不是会紧张？第二个，我可以演习哦，我只要演习，我可以暂时管制这个海峡，但我没有封锁。因为我演习，对不起，不准通。第三个，我可以临检，因为我认为你在资助要打我国家的人，我基于自卫，我可以临检我怀疑的船。那临检完毕，我可能就把你扣押了，我给你没收。第四个，你知不知道最麻烦的是，其实真正的在封锁的是保险。